小福光照大地，路星青年服务团带领众生向光明。不要怕，不要慌，一起迎接新明天。赤足是一家爱玩 ARG 的游戏公司，继上一次返校的 ARG 之后呢，这一次还愿当然也不例外。一切的一切都要追溯到1月16号这一篇贴文开始。点进一个看似普通的线上点灯网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写上你的姓名、愿望，按下点灯后向慈姑观音发愿。成功后再次开启，便会发现你的愿望变成了一个可以点击的连结，按下后便会下载一份名为《爱的真谛》的 PowerPoint。简报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但在档案资讯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由一位名为简晶晶的作者制作的。同时，我们可以查到她的 IG。由 IG 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女孩是一位大学生，且近期常常饱受跟踪狂的骚扰，让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由其他相片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她有参与一个陆星青年服务团的社团。有了这些相片，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将陆星青年服务团的官网网址拼凑出来。找到官网后，里面有一个聊天机器人，你可以询问他问题来获得更多的资讯，或者是由他给出的答案当中继续追问他相关的问题。将3道主要的问题问完后，便会分别获得3张不同的图档。将这3张图档拼凑后，对应到 Google 地图上，便会发现红点处是一家位于古岭街的咖啡厅。而官网公告中也表明，1月19日至21日，陆星将会在此举办感恩联会。记得讲通完美语。19号当天早上，我约了一群朋友一起来到了这家咖啡厅，就是这一家，完全看不出来，对不对？这一家就是这一家。随着营业时间的接近，店门口也聚集了越来越多陆星好青年们。12点半，一群陆星的工作人员纷纷进到店里进行场布。1点整，大门开启，一群人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踏入店内，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只有白开水才能洗涤我的罪恶。等等，这一个既灿烂又开朗的笑容是……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向店员念完通关密语后，便会拿到一瓶白开水和一张卡片。店门口摆放了一个如卡片上所说的留言板，其中一个由文心所留言的，说他捡到了跟踪狂掉的东西。开店时，店内就坐着一名 NPC， 我们便上前询问。文心吗？是啊。你好，你好。你刚刚是不是有拿一个跟踪狂的东西？他掉了什么东西吗？哦，你说那个哦，因为那是我们社团人，有可能是我们社团里的人捡到的东西，所以不太方便这样子跟外人说。还是你们有兴趣想要参加对我们吗？对，是。哦，那很好啊，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陆星这样子的体验活动。是。如果你到外面的话，应该可以找到我们穿红衣服的师兄，他刚好今天有在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哦，真的。如果你们去参加看看啊，说不定适合的话就可以加入。好，我们有讲，为什么你们有？好多，大家都想要去哪？在手上吗？古岭公园。那就9位跟我9个人就跟着师兄的脚步，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附近的古岭公园。师兄好。好，那新伟师兄这边会带你们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我们陆星的一些体验。好，那他会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清心法。好，那这边就请各位就是把你的手背伸出来。哪一只都可以吗？对，都可以，都可以。好。师兄在我们每个人手上画上了法印，以增加我们和陆上师的连结。我们的双手伸出来，4指并拢，大拇指上面。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除业小卡，就是夹在你们的食指跟中指之间，就会把你们的烦恼统统累积，就是汇集在这个除业小卡上。那呢，这个除业小卡我们就会有一桶这个师傅加持过的水，就可以帮你们化解上面的烦恼。谢谢。谢谢。坐好，来，我们来
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那你们现在的烦恼就统统都在这个小卡上了。对，然后那我们就依序过来，我们把那个除业小卡就放到我们这个师傅这样子做出。洗2次，就直接画2次就可以了。等一下，刚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的会变色。对。对，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同学，我们他的除业小卡上有这个指印，这个我们叫指印哈，就是这个法印变紫色呢，表示你跟我们师傅真的是很有缘，缘分非常的深。先缴3600。对，就是。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谈钱，我们不谈钱。好，那其实呢，在我们入心里面，就是只要第一次做我们这个清心咒有这个指印的人，是他未来进入我们入心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就带领大家跟随着我们老师的脚步。是，那你呢就帮我收集一下大家的除业小卡，因为我们之后呢就会把这个除业小卡再送到师傅那里去，让他帮我们做一个更彻底的净化。那你就帮我收集大家的除业小卡，然后去找入心学姐。好，嗨，好久不见。好，谢谢。好，3.5磁碟片，现在谁可以找到可以播3.5磁碟片？谁会有？谁可以有啊？没有啊，3.5磁片。对，没有啦。而且他这边涂掉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对，他就说这个是跟踪狂掉下来的东西，然后这背后的这个一人拿一张。好。那现在有没有办法谁去就是网络上 Google 3.5磁碟片读取之类的？不管有些图书馆可能。哦，对，图书馆有可能有，附近应该有图书馆吧。其他人正在讨论要去哪里读取3.5磁碟片，我和其他伙伴在旁边试试看学姐新发回来的除业小卡上面是否另有玄机。为什么我们要再拿一张？就带回家，回家自己练习。结果我们从新的除业小卡上还是一无所获。一群人有的打电话，有的上网求救，看看哪里还可以读取3.5磁碟片。我们也和其他组的磁碟片做比较，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和其他组讨论后，决定分头进行。有的队伍在附近寻找线索和磁碟机，当然也有一些组比较特别一点，花了一点时间卡在3.5磁碟片上。就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们决定前往光华商场。下去其实蛮多东西。好，那我们下去问好了。这里其实就是各种杂货。我们要不要直接先问一家店员哪一边可以读3.5？连续问了好几家店，仍然都没有3.5磁碟机的下落。就在这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家有贩售外接式3.5磁碟机的店家。没有电脑，那我们先去，我们先买好了。看看，对，买起来。先买，走。啊。是，有那个3.5磁碟片的读取。有这边，你刚刚打电话过来。对，这个吗？对。620，就一起那个。好不容易找到了3.5磁碟机，我们也询问了店家是否能借用电脑让我们读取档案，也很感谢店家愿意借用电脑让我们使用。OK， 谢谢你。USB 插上去，然后就多一个 A 槽出来，然后你再把，只要你们片子没坏的话，好 ，A 槽出来。好，谢谢。紧张。有，他在跑，太跑了。拜托。拍个照。要格式化，不行吧？很可惜，最后我们的磁碟片似乎出了点问题，导致无法读取。最后我们只好在店门口等待其他组带来的好消息。过了不久，另外一组成功的将磁碟片内容读取了出来。一张一张跟踪狂偷拍的照片，迅速的在各个群组传了开来。刚好我们队伍内有人就居住在附近，一眼就认出了拍摄的地点。我们立马动身前往了下一个地点——公馆。可以吗？走。一到了对街，就遇上了另一群陆星好青年们。
明明才刚认识不久，一见到彼此，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嘿嘿，师兄，嗨，终于，哇，哇，你们会了，终于，哦，小心。越来越多师兄师姐也陆续抵达公馆，一群人沿着晶晶走的路线来回寻找线索。直接买了是不是？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没吃午餐，真的饿死了。直到有人发现跟踪狂偷拍的相片中，其中有2张拍摄时间间隔特别长，而这2张相片中间正好有一家唱片行。等一下。一上楼便可以看到一张和当时在咖啡厅一样的海报，还有专属于陆星的标志。进到了店内之后，就可以向店员领取一张由简晶晶制作的单曲《迎接新明天》，装着单曲的纸箱上面也写着待陆星回收。隔天，陆星也派人赶紧将那一批 CD 给销毁，而那一天的 ARG 活动也到这里暂时告了一个段落。而在这张 CD 里面有2个音档。一个是由简晶晶制作的《迎接新明天》，另一个则是一个长达11多分钟的录音档。散会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突然又有了突破性的大进展。关键就在于这11分钟充满各式各样环境音的录音档。交换礼物啊！交换礼物哦！对对对，刚刚交换礼物是不是？真的假的？我靠！而广大的网友马上就以12月25以及 SOGO 这2个关键字，就搜寻到了以下这一支影片。小姐，谁啊？小姐，放手！你跟我说，我找人。干嘛？放手！冷静一点，你冷静一下。干嘛这样？先冷静一点干嘛？不好意思，我车子在录哦，你这样小心我把影片上传网络上哦。在画面中的就是简晶晶以及我们寻找已久的跟踪狂，而这台车的车主也捡到了跟踪狂所掉的手机。这一位吴阿尔表示，如果想要手机内资料的话，请寄一封 email 给他，他将会在1月26号回国之后回信。不过他信箱被塞爆了啦，所以22号的时候呢，他就赶快蹲在网咖把信回一回了。在网友的努力下，终于还原了手机的内容。这只手机的主人，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跟踪狂，他叫做龚少华。而手机内一共有4个他与不同人对话的内容。第一份是与一位叫 Jeff Liu 的人的对话记录，他们2位相识，而龚少华正在着手调查陆星这个团体背后的内幕，这位 Jeff Liu 则是从旁协助。龚少华也表示，他小时候有一位跟他很好的表姐，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直到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家出了大事，他对于这件事也困惑了很久，所以决定查他个水落石出。但没想到却惊动到陆星，最后被肉搜了出来。而对话也就停在12月25当天，龚少华给出了最后一个 Dropbox 连结，之后就再也没了下落。连结点进去是一个叫做喵喵的空资料夹。而第2份对话内容则是和前陆星成员小霞的对话。小霞表示，陆星常常有很多不明的资金来源，而这些资源也大部分并没有被投注在弱势上。第3位是一位洪先生，他就是新伟的爸爸，也就是我一开始在公园跟到的那位师兄。他说成员每天都泡在冷水里，说什么是洗涤罪恶，到后来发现新伟整个人都变了，希望寻求少华的协助。最后一位叫做简月英，她就是简晶晶的妈妈。她表示晶晶从去年开始都不大回家，因为家境不优渥，便开始自己打工。不料后来却向妈妈索取越来越多的生活费，女儿也不愿意告诉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再加上是单亲家庭，高雄家中还有年长的长辈需要照顾，
没有办法频繁来往两地，所以希望少华帮忙追踪晶晶的消息。除了这些对话记录之外，还有几张猫的照片，看来龚少华也是个猫奴呢。但是这几张看似正常的照片，里面却另有玄机。大家还记得龚少华在先前给了 Jeff 一个 Dropbox 连结，而里面却只是一个叫做喵喵的空资料夹 ，box 加上喵喵，或许就在暗示这张照片里面藏了什么东西。果不其然，在我们将这张照片改成 ZIP 档之后，会得到一个叫 Here You Go 的资料夹。解压缩后会得到6张摩斯密码，再将摩斯密码解读后，就会获得6个坐标，而这6个坐标对应到的分别是位于台北、板桥、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间格子区的位置。隔天，北中南3区大动员，一起去寻找那龚少华藏起来的档案。而我来到了其中一家离我最近的店铺。我先进去买一片。在店内，我们可以找到像这样一个被猫咪帘子关住的格子，里面贩售的是一个10块被牛皮纸袋装住的 CD。CD 内有一个叫做小路星上楼梯的游戏执行档，我们一群人就随便找个地方，想要赶快破关，找到下一个重要的线索。目前是大家这个游戏啊，可是应该是我觉得还有其他东西。游戏内容就有点像是过去小朋友上楼梯一样，只要太慢或者坠楼就会失败。有些人负责玩游戏，想办法破关，也有一些人比较暴力一点，直接把游戏的封包给拆了。但是以下才是正常的通关流程：一开始按着下和空白键，瞬间就会变成小路星下楼梯的游戏。来到了最后第10层，就会看到一个奖杯，按下触发后，就会跑出30而立地成佛这一句话。回到第1层之后，重新再爬一次。很多人试了很多次，仍然都爬不到终点。但还记得刚才的30而立地成佛吗？当你爬到第30个阶梯之后，只要按着下，待在原地，就可以成功的破关。结束后会得到一部分的 QR code。虽然每个地区的游戏都一样，但拿到的 QR code 碎块都不同。将每个地区合并扫描之后，会得到一份给 Jeff 的档案，里面有许多龚少华搜集来的有关陆星的报道以及相关资料。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中，有兴趣的可以点进去看看。而在这份资料的最后一页，只写了把它公开吧，以及一串手写的网址。输入网址之后，会导到还愿的官方网站，并且恭喜你突破万难，来到了终点，完成了本次的 ARG。然而，故事发生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简晶晶的 IG 上面 po 出了3段影片，并且告诉大家她平安无事。过去许多被晶晶所隐藏的贴文也公开了出来，像是说梅路上师能够让生病的信徒不药而愈，或是诅咒不参加陆星的朋友将会有报应。每篇贴文都显示晶晶已经被陆星严重洗脑，而在她新po出的影片中，也说她十分感恩陆上师，将愿意跟随他一辈子。我是陆星青年服务团北区大专院教主第21届干部简晶晶，光启智德。晶晶在此发愿，愿跟随陆上师一辈子，一起为这个世界扫去永无止境的荒灾苦难。感恩陆上师，光启智德。不过，其实，在现实中，这些事情也正在上演着。前面许多线索也都在影射现今社会中所发生的案例。就当我们以为结束时，过了没多久，我们的群组内突然出现了新伟师兄的账号。他感谢这几天大家的协助，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所有龚少华的资料了。没多久，吴阿娥又寄了另外一封信来。原来上传影片的阿娥就是那天在蛋糕店的文心师姐，说她在看了手机内容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么久。让我们从头说起。跟踪狂想要挖出陆星的内幕，但却不小心惊动到陆星。
陆星派简晶晶当诱饵，想要揪出那位跟踪狂的身份。时间来到了12月25日，简晶晶来到了高雄，成功调出了跟踪狂，在路上发生了拉扯，文心学姐出面制止，并且捡到了跟踪狂所掉的手机。文心在看了少华的手机后，发现自己被陆星骗了多年，于是决定反戈，暗中帮助耿少华。突然之间，所有有关跟踪狂的线索通通都断了线。陆星怀疑有内鬼，要求晶晶抛出1月15号这一支被跟踪的影片。文心知道龚少华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跟踪狂，对于晶晶真的失踪也感到十分的不解，想要借着这次招募新生的活动来传递情报，让更多人知道。但我们却把所有龚少华的资料通通给传递了出去。陆星在群组内的卧底马上接收到了情报，文心是内鬼的身份也被摊在了阳光底下。喂，哎，怎么了？啊，是，哦，你说查到了，哦，巩立芳的侄子哦，都是几年前的事情，是有点麻烦，好，没关系，反正我跟你讲，上次怎么说那就怎么办，好，那就先这样，文心记得最后一封信中也包含了一个录音档，由录音档可以得知龚少华就是先前预告中巩立芳的侄子。至于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就要等到还愿上市后了。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正义感，遇到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也都愿意出手相助。但现在反过来想想，很多人不也都被我们那自以为是的正义给害惨了呢？你说你的这个白开水是？这是男朋友阿嬷的故事。男朋友阿嬷我去上香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水。一点。我的压力很大。超多人的，害怕。大家都那个，我们刚刚队伍到底多长啊 ？NPC 原地散步中。师兄好，辛苦了。我要，昨天烧了几箱啊？6箱。你冷静一下。都是几年前的事情，是有点麻烦。没关系。反正我跟你讲，上次怎么说你不要再跟着我。好。做好事记得大家一起去放生，莲花开收迎接，世上福光照大地，路行青年服务团带领众生向光明，不要怕不要慌，一起迎接新年。做好事记得大家一起去放生，莲花开收迎接，世上福光照大地，路行青年